睡前聊历史，每天一个历史故事。今天我们聊的是宋朝前100年在怕什么？提到宋朝，大家脑海里浮现的画面通常是什么？是《清明上河图》里的繁华市井，是苏东坡的诗词歌赋，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商业文明，还是那个 GDP 占全球大半的富庶国度？但是如果你真的翻开宋史，去细看这个朝代最初的100年，也就是从宋太祖赵匡胤建国到宋仁宗赵祯去世的这大约100年间，你会发现在那些繁华的表象之下，弥漫着一种深入骨髓的焦虑感。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北宋的前100年，那个字就是怕。宋朝的皇帝那是真的怕，他们怕的不是外敌入侵那么简单，他们怕的是自己人，怕的是制度，怕的是钱袋子。总结起来，就是咱们标题里说的3点：怕政变，怕边疆，怕财政崩溃。这种怕不是一种心理疾病，而是基于血淋淋的历史教训做出的理性选择。这种恐惧直接塑造了宋朝独特的政治制度，也决定了宋朝最终的命运走向。今天我们就用这几千字的长文案，好好捋一捋宋朝前100年到底在怕什么，又是怎么因为这些怕，把自己锁死在一个无法解开的死局里的。我们先从第一个怕说起，怕政变。这个恐惧的根源不在宋朝本身，而在宋朝建立之前的那个时代，5代十国。大家知道，从唐朝灭亡到宋朝建立，中间这5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、最血腥的时期之一。短短53年，中原地区换了5个朝代，8个姓氏的皇帝，一共出了13位君主。这还不算周边的10个割据政权。在那个年代，做皇帝是一个高危职业。你今天坐在龙椅上，明天可能就被你的手下大将砍了脑袋。那个时代的逻辑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，也就是后来安重会说的那句名言：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，宁有种业。意思是说，什么天命，什么血统都没用，谁拳头硬，谁兵马多，谁就是皇帝。宋太祖赵匡胤自己就是这个逻辑的受益者，同时也是受害者。公元960年的陈桥兵变，赵匡胤是怎么当上皇帝的？他是后周的大将，因为听说契丹要打过来了，带着兵马出征，走到陈桥驿这个地方，半夜里手下的将士们把一件黄袍披在他身上，他就勉为其难地做了皇帝。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，但是请大家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你是赵匡胤，当你坐上皇位的那一刻，你最担心的是什么？你最担心的绝对不是北边的契丹，也不是南边的李煜，而是你眼前这帮刚刚把你推上皇位的兄弟们。因为你很清楚，这帮骄兵悍将今天能把黄袍披在你身上，明天只要他们不高兴，或者谁给的价码更高，他们就能把黄袍披在别人身上。这就是宋朝开国时的原罪，也是赵匡胤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。所以宋朝建立后的头等大事不是统一天下，而是如何结束这个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死循环。赵匡胤必须设计一套制度，把暴力关进笼子里，这就引出了那个著名的杯酒释兵权。在很多影视剧里，这场酒局被演得很轻松，好像大家喝酒聊聊天，赵匡胤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，石守信他们就感动流涕地交出了兵权。其实历史的真相要残酷得多，也高明得多。这不仅仅是一次酒局，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交易。赵匡胤给出的筹码是：我给你们金银财宝，给你们良田美宅，给你们世袭的爵位，甚至把皇家的女儿嫁给你们的儿子，我们结成儿女亲家。你们呢，把手里的禁军兵权交出来，回家安享富贵，我们君臣之间互不猜疑，这多好。这背后的潜台词是，要么拿钱走人，要么死。石守信他们都是人精，当然听得懂。于是兵权被和平地收回来了。但这只是第一步。赵匡胤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他对国家机器的彻底改造。他把原来集权于一身的宰相和枢密使进行了拆分。在唐朝和5代，宰相往往既管行政又管财政，甚至有时候还插手军事。赵匡胤说不行，他设立了中书门下管行政，设立枢密院管军事，设立3司管财政。
这三者互不同属，直接对皇帝负责。特别是军事制度，他搞了一个兵将分离。以前的节度使那是土皇帝，兵是我的，钱是我的，地盘也是我的。赵匡胤把这些全部剥夺。第一，收精兵，天下精锐全部集中到京城开封，组建禁军。地方上只留老弱病残，叫湘军只能干杂活，这就叫强干弱制。哪怕地方上有人想造反，凭那些杂牌军根本打不过中央的禁军。第二，更戍法，这是宋朝军事制度里最受争议的一点。为了防止将军和士兵建立私人感情，形成军阀，赵匡胤规定禁军驻扎地方要定期轮换，但是将领不跟着换，也就是说兵不识将，将不识兵。打仗的时候，皇帝临时只派一个将军带兵出征，打完仗兵回营，将回朝，兵权立刻交还。这一招彻底根除了武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。从宋朝开始直到灭亡300多年里，确实没有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武将造反，也没有出现过军阀割据。但是凡事都有代价，这个代价就是宋朝军队的战斗力被极大的削弱了。将领不知道士兵的能力，士兵不信任将领的指挥，甚至连排兵布阵都配合不熟练。这就为后来宋朝在对外战争中的屡战屡败埋下了伏笔。但这在赵匡胤看来是值得的，因为对于赵家皇室来说，外敌入侵顶多是割地赔款，而内部武将造反那就是亡国灭种。这就是宋朝前100年的第一个怕。为了怕政变，宋朝自废武功，把武将踩到了泥土里，把防内作为了国防的第一要务。接下来说第二个怕，怕边疆。这其实是怕政变的延续，但具体表现到了国防前线。宋太祖赵匡胤死后，他的弟弟赵光义继位，也就是宋太宗。关于他是怎么继位的，烛影斧声千古之谜，我们这里不展开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宋太宗比他哥哥更缺乏自信，因为他的皇位来路不正，所以他比他哥哥更怕。宋太宗一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收复幽云16州。幽云16州大概就是今天的北京、天津以及河北、山西北部这一带。这是中原王朝的北大门，没有了幽云16州，中原就是一片大平原，游牧民族的骑兵可以长驱直入，几天就能杀到黄河边上。宋太宗打过2次大规模的北伐战争，想从契丹、辽国手里夺回这块地。第一次高梁河之战大败，宋太宗自己大腿中了2箭，那是骑着驴车狼狈逃跑的，差点就当了俘虏。第二次雍西北伐，分3路大军出击，结果又是大败。著名的杨家将杨业就是死在这次战役里。这2次失败，把宋朝的精锐打光了，也把宋朝人的脊梁骨打断了。从此以后，宋朝确立了守内虚外的国策，不再主动出击，而是转为被动防守。但是怎么防守，这就涉及到了怕边疆的问题。按理说，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，前线战况瞬息万变，应该给前线将领充分的指挥权。但是宋太宗不这么想，他怕前线将领权力太大，带着几十万大军在外面，万一倒戈一击怎么办？于是宋朝出现了一个非常奇葩的现象，阵图。皇帝坐在开封的皇宫里，在纸上画好阵图，大军怎么排，步兵战啊，骑兵战啊，先锋怎么冲，侧翼怎么包抄，全部规定死。大将出征的时候，皇帝把这个阵图交给你，你到了前线必须严格按照这个图来打。如果你不按图打，打赢了未必有赏，打输了必死无疑。如果你按图打，就算全军覆没，那也是皇帝的责任，你作为将领没有责任。各位想一想，战场形势千变万化，敌人在动，地形在变，天气在变，你拿着一张死板的图纸去打仗，这能赢吗？但这在宋朝皇帝看来是合理的，因为这保证了军队的控制权永远在皇帝手里，他们宁可打败仗，也不能失控。这种对边疆的猜忌，到了宋真宗、宋太宗的儿子时期演变得更加微妙。公元1004年，辽国萧太后带着辽圣宗、清国之兵南下，一直打到了澶州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濮阳，
距离首都开封只有一河之隔。这时候，宋朝朝廷里乱成了一锅粥，很多大臣，特别是江南籍的大臣，主张迁都，比如王钦若主张迁都金陵、南京，陈尧叟主张迁都成都，说白了就是想跑。这时候，宰相寇准站了出来，他强行把宋真宗拉到了前线去亲征。宋真宗到了澶州城楼上一坐，宋军士气大振，一举射死了辽国的主帅萧塔烈。辽国虽然势大，但也怕深入孤军被切断后路，于是双方开始谈判，这就是著名的澶渊之盟。很多人在教科书上学到澶渊之盟，第一反应是丧权辱国，因为宋朝要给辽国岁币，每年银10万两，卷20万匹。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宋朝统治者的角度，用怕的逻辑去分析，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极其划算的买卖。第一，从经济账上算，每年30万的岁币，对于宋朝庞大的财政收入来说，只是9牛1毛，大概只占财政收入的1%，甚至更少。而如果要打仗，几百万大军的开销，那是几千万两银子都打不住的。所以花小钱买平安，划算。第二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从政治安全上算，如果不议和，就要长期战争。长期战争就意味着要长期在边境维持庞大的军队，就要给边关将领巨大的权力。一旦边疆做大，会不会重演安禄山的故事？会不会重演5代十国的旧事？这是宋真宗最怕的。所以澶渊之盟的签订，与其说是被逼无奈，不如说是宋朝统治集团的主动选择。他们用金钱买来了100年的和平，也买来了皇位的安全。他们消除了因为战争而可能产生的5人专权的风险。从此以后，宋朝的国防政策彻底定型，能用钱解决的问题绝不用兵。这导致了什么后果？导致了宋朝的武将地位进一步下降。狄青是北宋名将，战功赫赫，但他做到枢密副使、国防部副部长的时候，还是被文官集团排挤、羞辱，最后抑郁而终。文官集团为什么这么恨武将？因为这是国家的政治正确。在宋朝，防止5人干政是第一原则。哪怕你狄青忠心耿耿，但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文官政治的威胁。所以怕边疆导致了宋朝虽然有100万大军，却像一群被捆住手脚的巨人，只能被动挨打或者花钱消灾。前2个怕解决了内部政变和外部战争的风险，宋朝似乎应该高枕无忧了。但是到了第3代、第4代皇帝，也就是宋真宗后期到宋仁宗时期，一个新的恐惧像幽灵一样浮现出来，并且越来越大，最终压垮了宋朝的脊梁。这就是第3个怕，怕财政崩溃。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，宋朝不是很有钱吗？商业税收那么高，怎么会怕财政崩溃？是的，宋朝很会赚钱，但宋朝更会花钱。而且这种花钱大多是为了维持那个稳定的局面而不得不花的维稳费。到了宋仁宗赵祯，也就是那个著名的仁义皇帝执政的40年里，宋朝面临着著名的3冗危机：冗官、冗兵、冗费。先说冗官，宋朝为了防止官员权力过大，实行分权制，本来1个人的活分给3个人干，为了互相牵制，还得再设几个监察岗位。而且宋朝为了笼络读书人，防止文人造反，大开科举之门。唐朝每年录取进士几10个，宋朝动不动就几百个，考上了就做官，而且待遇极高。宋朝官员的工资福利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，这就导致官员数量爆炸式增长。到了仁宗时期，常常是10个官员争1个岗位，大家都在那领工资，却没事干，或者互相推诿扯皮。再说冗兵，这是最大的财政黑洞。前面说了，宋朝实行募兵制，士兵是雇佣来的，国家要管吃管喝管工资，还得管养老。宋朝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政策，每逢灾年，政府就在灾区大量招兵。为什么？因为怕农民起义，灾民没饭吃就会造反，那我就把你招进军队，给你一口饭吃。这样潜在的造反者就变成了国家的守护者。这听起来很高明，对吧？
但问题是，这样招来的兵素质极差，根本不能打仗，而且一旦招进来就得养一辈子。宋朝的军队数量从开国时的20万膨胀到仁宗时期的以前120多万，这100多万人大部分是不能打仗的福利兵，养兵之费在平常年份要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7%-8%甚至更多，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比例。最后是冗费，除了养官养兵，还有巨额的皇室开销、祭祀开销，以及给辽国和后来西夏的岁币。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，宋朝的财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，国库空虚，入不敷出。宋仁宗他怕发不出军饷，军队会哗变；他怕发不出俸禄，百官会离心；他怕没有钱救灾，百姓会造反。这种财政上的恐惧逼得宋仁宗不得不求变，于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登场了。范仲淹写《岳阳楼记》的那位提出了改革方案。范仲淹的改革核心直指要害，裁撤冗官，整治冗兵，提高行政效率。但是这动了太多人的奶酪。裁撤冗官，那些既得利益的文官集团不干了；整治冗兵，那些靠吃空饷的将领不干了。这时候反对派祭出了一个杀手锏——朋党论。他们指责范仲淹这些人结成朋党，欺瞒皇帝，把持朝政。这一下击中了宋仁宗的软肋。我们前面说了，宋朝皇帝最怕的是什么？是失去控制。虽然范仲淹是忠臣，但他组织了一帮志同道合的人搞改革，这就形成了有组织的政治力量。在皇帝看来，这就是结党。今天你们结党搞改革，明天你们会不会结党架空我？对于宋仁宗来说，财政崩溃虽然可怕，但那是慢性的，而臣子结党，那是对皇权的直接威胁。于是在恐惧的支配下，宋仁宗动摇了。范仲淹被贬出京城，庆历新政仅仅维持了1年多就宣告失败。宋朝错过了一次自我救赎的机会。从此以后，宋朝就在花钱买稳定的道路上一路狂奔，直到再也买不起的那一天。回顾从宋太祖到宋仁宗的这100年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由恐惧编织成的精密的逻辑闭环。因为怕五代十国的五人篡位重演，所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，重文轻武，强干弱枝。因为怕边疆将领拥兵自重，所以宋太宗和宋真宗宁可牺牲军事效率，也要把指挥权牢牢抓在手里，甚至不惜用金钱换和平。因为怕内部社会动荡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扑，所以宋仁宗默许了冗官冗兵的存在，用庞大的财政支出来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。这3个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目标。宋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内部最稳定的朝代之一，没有宦官专权，没有外戚干政，没有藩镇割据，皇位传承相对平稳。而且因为这种对内部暴力的压制，宋朝的民间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，经济繁荣，文化昌盛，科技发达，百姓的生活水平在古代也是顶尖的。但是这种稳定是有代价的，代价就是国家的脊梁骨是软的。宋朝就像一个过度肥胖的富翁，穿金戴银，文采飞扬，但是肌肉萎缩，稍微走几步就喘。他不仅打不过北边的狼、辽国和西边的豹、西夏，甚至连自保都要靠不断的掏钱。这种基于恐惧建立起来的平衡是非常脆弱的，它依赖于源源不断的金钱输血。一旦财政系统崩溃，或者外部压力超过了金钱能解决的极限，这个帝国就会轰然倒塌。北宋前100年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。宋朝的统治者们在安全与强大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安全，在生存与尊严之间，他们选择了生存。我们很难简单地去评判这种选择是对是错，毕竟在经历了5代10国的人间地狱后，渴望和平与稳定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民意。宋朝给了老百姓300年的繁华梦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就。但是作为后人，当我们读到暖风勋得由人罪，只把杭州做汴州的时候，当我们看到靖康之耻的惨烈的时候，还是会忍不住叹息。如果当年的赵匡胤能少一点猜忌，如果当年的赵光义能多一点信任，
如果当年的赵真能多一点魄力，这个由华夏文明孕育出的最精致的朝代，会不会有另一个更加强硬、更加辉煌的结局？历史没有如果。宋朝的那100年，在怕中开始，也在怕中定型。它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那些精美的瓷器和绝妙的诗词，更是一段关于权力、制度与人性博弈的深刻教训。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宋朝前100年在怕什么。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amers。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，我们下期见。